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瑞的诚意红利还能吃多久？影视红利期揭秘。张雨绮离开欢瑞为什么冲上热搜？张雨绮离开欢瑞这个消息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可热闹了。对明星来说嘛，现在正是要当一姐的关键时候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离开，确实有点不太明智。不过呢，张雨绮这次离开也算是跟欢瑞最近的发展方向挺合拍的。欢瑞留不住人了。欢瑞那个地方给不了那些一哥一姐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现在也不太适合演员把它当成能长期发展的依靠了。这就导致现在的欢瑞，张雨绮走了，任嘉伦、刘学义这些演员也都渐渐没声音了，最后就剩下一个当红的顶流程毅。欢瑞程毅还能火多久？不过欢瑞手里那几张牌还能让程毅的红利持续多久呢？到了2025年，欢瑞的年报出来了。虽然表面上看营业收入有 3.848 个亿，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是负 2.411 个亿。这就说明欢瑞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收入，实际上是在亏钱不管是做影视剧和衍生品，还是搞艺人经纪，都没啥亮眼的表现。欢瑞娱乐昔日辉煌不再。在报告期内，欢瑞旗下就只有程毅主演的《生前》这一部剧播出，但这剧积压了5年才上线，结果也没逃脱扑街的命运。虽然有程毅这个流量担当，但宣传力度不够，广告商也不买账，所以热度一直不高。再看看另一边，欢瑞家的核心艺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不管是挑大梁多年的任嘉伦，还是前途不错的李小冉和颖儿，还有大家熟悉的何中华和蒲八甲，都跟欢瑞解约了。欢瑞的2大业务都不太行，程毅现在可以说是欢瑞旗下的顶梁柱了，就剩张瑞这种比较佛系的还在拍戏。影视制作和艺人经纪本来是欢瑞的2大支柱业务，但现在这2块都不太行，欢瑞也没能及时调整方向，所以这个危机只会越来越严重。至于欢瑞后面要推出的作品吗？除了宋威龙和鞠婧祎主演的《千香》，还有今年1月杀青的《佳偶天成》。古装仙侠剧有点糊，虽然这2部剧的演员阵容挺厉害的，导演也很有名，但他们都是那种古装爱情加仙侠的题材。现在正好是悬疑剧最火的时候，而古装仙侠剧呢，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等这2部剧播出了，能不能大火，还得从很多方面来看，情况不太乐观。毕竟现在正在热播的《千秋令》，主演是张雨绮，导演还是拍过《仙剑奇侠传》和《琉璃的麦冠之》，这配置不算差吧，但结果还是很一般，直接就扑街了。古装爱情剧建良欢瑞世纪押宝仙侠题材，这就表示这种类型的影视剧慢慢被市场给淘汰了。不过呢，欢瑞手上还有40多部根据 IP 改编的剧集版权，其中大部分还是古装爱情和仙侠题材，所以呢，继续在这条熟悉的路上深耕细作，依然是欢瑞接下来要走的方向。但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一个类型上，那风险就太大了。万一这种题材在市场上卖不动，赚不回钱来，那主打古装爱情和仙侠的欢瑞可就要第一个倒霉了。欢瑞娱乐靠程毅一人撑着，不过呢，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欢瑞的艺人经纪这部分业务挣的钱还是占了公司全年收入的大头，差不多有 42.71%。这就说明现在欢瑞的收入基本上就是靠程毅一个人撑着的。可是呢，咱们也看到，好多艺人看清楚了欢瑞的发展前景不太明朗，就想着去别的地方发展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程毅到底能在欢瑞待多久，谁也说不准。
但对现在的欢瑞来说，能不能留住程毅真的太关键了。欢瑞的造星模式快撑不住了，程毅能火到今天这个地位，真的少不了欢瑞的大力支持。从青云志里一个小配角，到琉璃当男主角，再到莲花楼口碑爆好，程毅一步步走上来，背后都有欢瑞在帮他。程毅其实就代表着欢瑞那种用电视剧培养演员的发展模式的成功例子。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可能已经到了最后的辉煌期了。程毅新剧幕后制作公司曝光，现在程毅虽然跟欢瑞签了约，但看他演的那些快播出的剧啊，基本上跟欢瑞没啥关系。不管是那个男人写的爽剧《富山海》，还是挺火的古装仙侠 IP 剧《狐妖小红娘》《王权篇》，这2部剧背后的制作公司可都是当下赚钱最多的几家呢。程毅考虑长远发展，要出逃欢瑞。欢瑞现在手里的那些影视项目，其实不太适合程毅当前的发展方向。他现在口碑和人气都在往上涨，跟很多明星一样，也开始为自己以后长远的发展考虑了。所以啊，对程毅来说，跟欢瑞就是一种合作关系，但对欢瑞来说，程毅可是他们的重要人物，甚至是命根子。虽然欢瑞自己家的项目不太适合程毅接下来拍，但他要是去跟别的公司合作拍别的戏，那这些戏还是很有火的潜力的。优酷大热剧抢先看，就像那部男频爽剧《富山海》，不仅赶上了热门题材的潮流，还沾了莲花楼这个优质制作团队的光。至于王权篇嘛，虽然是那种古装甜甜的爱情仙侠剧，但它可是有热门 IP 改编的背景呢，再加上长安24季，这俩都是平台肯定会重点推广的大热剧。程毅加欢瑞的双赢攻势，这些作品播完之后，本来已经是顶流的程毅，地位只会更上一层楼。这对欢瑞来说，简直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欢瑞也很看重程毅的流量和未来的发展潜力，他们心里明白，不一定能把他永远留在公司，所以在以剧养人的基础上，又搞了个老带新的新模式。在程毅主演的剧里，会特意加入欢瑞重点培养的新演员，比如《深潜》里的侯梦瑶，还有《富山海》里的刘梦瑞，这些都是欢瑞旗下的艺人。欢瑞成立短剧制作团队谋发展，趁着程毅作品火得一塌糊涂，自家艺人也跟着沾光，热度蹭蹭往上涨。这也看得出来欢瑞对程毅有多依赖，他对于欢瑞来说真的太重要了。接着，欢瑞又开始搞短剧这一块，专门组建了自己的短剧创作团队。现在短剧特别受欢迎，观众也很买账，市场需求一直在涨。欢瑞要是好好抓住这个机会，肯定能赚不少钱。欢瑞拓展 AI 新业务短期内帮不上忙，不过呢，在本来就亏钱的情况下，还要成立全新的团队，那肯定要在人员、研发这些方面花不少钱，人力、财力都得投进去，利润继续下降那是一定的。再说搞 AI 这种新技术，欢瑞也挺感兴趣的，但目前还没啥拿得出手的作品。所以啊，比起去拓展新市场或者改变方向，短期内能真正帮到欢瑞的，还是得靠程毅。与其造星不如守业，毕竟打造明星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要把新人捧成顶级流量，那得花很长时间，投入很多资源。指望新兴产业和新人，还不如抓紧现有的资源，毕竟这才是最实在的。